你知道吗？释迦牟尼的父亲居然想要利用美色令自己的儿子堕入红尘，亲手把儿子送进了青楼。那么他的计谋能否得逞呢？悉达多因为自己的慈悲遭到了亲人们的不解和指责，这让他非常的伤心难过，于是便去找乔真如导师解惑，却不知这一幕刚好被王宫里的大臣看见。大臣向国王谏言，乔真如所教的知识和冥想只会让悉达多离苦修越来越近，国王为此十分担忧，于是便有了辞退乔真如的想法。而此时一旁的祥光却突然阻拦，他表面上规劝国王，实际上只是想让乔真如能够继续教导悉达多，好让悉达多能早点成为苦修者，这样就没人能跟他儿子抢王位了。在祥光的劝导下，国王暂时放弃了这个念头。可是当天夜里，国王却做了一个令他不安的梦，梦里的悉达多盘腿坐于山林之间，走近后他发现悉达多衣衫褴褛，蓬头垢面，满身泥土和枯叶，分明是一副苦修者的模样，吓得国王瞬间惊醒。第二天，他急忙召开紧急会议，让愚主大师和乔真如导师一起来破解这个梦境是何意义。乔真如导师如实告诉国王梦境的预示，这个梦意味着悉达多注定会走上和平之路，成为伟大的无上觉者。此话一出，惹得国王万般震怒，幸亏愚主大师出面调和，他表示凌晨所梦确实容易变为现实，但看待他的方式完全在于诠释梦境的人。国王梦中的苦寻说不定是王子会在另一番天地有所作为，见王子在冥想入定，证明王子乃锲而不舍之人，可破除一切障碍。国王梦见儿子身穿修行衣，意味着人们会像尊崇圣人般那样尊崇王储。愚主大师的此番讲解终于平息了国王的怒火，人们永远只想听到自己想要听的话。国王认定了愚主大师所言才是正确的预测。国王表示，乔真如教授悉达多的冥想和非暴力观点都有违自己的意愿。乔真如则反驳道，您的儿子学习圣典智慧已有8年，在此期间从未步入歧途，他尚无法成为弃绝者，只因不曾亲眼见过死亡，经历过亲人离去的痛苦，更不知人间疾苦。非暴力和冥想是他的天性，兴趣仅此而已，这本是与生俱来的，无法更改。鸟儿之死尚且令他心碎，今后又该如何面对人们的疾苦呢？乔真如自知他已经没有留下来的必要了，他主动请辞离开王宫，愚主大师前来相送。两人走出大殿，乔真如认为既无法按照国王的心意教授王储，这份报酬他不能拿，言外之意他是在指责愚主大师。乔真如认为愚主大师为了奉承国王不惜撒谎迎合，这非常的不耻，而愚主大师却表示他身为王族导师，必须忠诚于陛下和国王，如此才不负所托，国王心无挂碍，才能关心子民安心理政。乔真如则表示人各有志，就此别过。说完将报酬交还给愚主大师，转身离开。而此时的悉达多正与车逆走在返回王宫的途中，没想到路边的一位客人因为突发疾病死去，他们担心会被王储看到，为了遵守国王的命令，拼命掩藏悲伤，表现出无事发生，可还是被悉达多发现了异样。正当他要上前询问时，宫里的侍从来报说乔真如导师马上就要离开王宫了。得知消息后，悉达多骑上快马朝导师的草屋奔去，只见乔真如已经收拾好了行囊，准备离去。悉达多难过的挽留，乔真如打断他的话，他指向悉达多身后的树林说道，那里有只麻雀正在树上筑巢，他每日外出捕食，亲口喂养孩子，但当孩子渐渐长大，他就会将自己的孩子赶出巢穴，鸟儿落地之时才能展开双翼飞向远方。乔真如这是在给悉达多上最后一课，导师离开后，他必须要学会自己飞翔，一味的躲在导师庇佑下学习，永远也学不会真正的真理。最后悉达多只能依依不舍地看着导师远去的背影。当他因为这离别而难受时，他想起了导师从前对他的教导，进入冥想，控制自己的情绪和感情，当一切思绪平静时，才能找到问题的根源。当他再一次睁开眼时，乔真如的身影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夜晚的王宫里，舞女们正在为国王表演舞蹈，而国王却无心欣赏，他忧心忡忡地看向一侧，为悉达多的事情而伤神。这个名叫摩西尼的女子是整个花园的管理者，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老鸨。她见国王想得出神，便上前倒酒讨好。国王将忧心之事说出，摩西尼听后微微一笑，他为国王想出了个好主意，若是国王不喜王储过于仁慈，那便让王储流连于花丛，何况王储殿下还未尝过情欲的美妙滋味，这会令他生出凡尘之心，留恋美色之人是
绝对无法成为苦修者的。国王同意了这个提议，让摩西尼前去侍奉王储。与此同时，居萨罗国的使者来到加皮罗卫，居萨罗王邀请净饭王前去参加自己的儿子的加冕仪式。净饭王欣然接受了邀约。临行前，他嘱咐宰相，务必要让王储迷恋于美色，这件事情一定要办好。随后，国王来到了居萨罗，可谁知落座时，与国王有嫌隙的单绝王居然抢了国王的位子，坐到了首位。这对于他而言，简直就是奇耻大辱。净饭王作为释迦族之首，诸位国王都在他的统治之下，他理当坐在首位。净饭王气愤不已，准备离席返回王国。可此时的居萨罗王出面阻止，居萨罗王向他表示道歉，并恳请净饭王能够留下为自己的儿子赐福。看在居萨罗王的面子上，净饭王这才勉强留下。老国王有退位之意，想让儿子作为继承者时，需要为其举行盛大的加冕仪式，告知所有子民他们将拥戴新王。加冕仪式上，居萨罗王的儿子喜圣王子接受了神圣的灌顶礼，圣水浇灌在受礼人的头顶，这代表授予权威并净化心灵，也是最高的祝福礼。净饭王看着这一切，忍不住想到了自己的儿子悉达多，将悉达多培养成合格的刹帝利，成为释迦族最伟大的转轮圣王，那是他梦寐以求的事情。而另一边的加皮罗卫，宰相也已将花园布置妥当，他带领着王储悉达多与其他3位王子一同前往。这是悉达多长这么大以来第一次来到风月场所，金樽美酒，美丽娇娘，处处惹人心动。王子们被美丽的姑娘迷得神魂颠倒，一个个步入舞池寻欢作乐，唯有悉达多不为所动。可当他看到中央床榻之上的弥勒，听见他弹奏着悦耳的琴音时，他忍不住地走上前去。一旁的宰相和摩西尼都心领神会，暗示众人纷纷退下，帘子将2个人笼罩起来。弥勒在里面竭尽所能的想要取悦迎合悉达多，可悉达多只是有几个问题想向他请教。弥勒褪去衣物时，悉达多给予了他尊重，他不为女色所动，甚至用自己的外衣给他披上，这让弥勒非常的感动。2人的友谊就此结下。第二天一早，王子们兴高采烈的离去，姑娘们激动的讨论起王子给他们留下的报酬，有人得到了珠宝项链，还有人得到了珍贵的宝马。当问到弥勒时，他抱着王储的衣裳，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。他说他得到了真挚的友谊和对女性的尊重。悉达多不知道的是，此时的祥光和胡范王正在王宫里坐等着要看他的好戏。他们肆意地嘲讽国王，居然亲手将王储推入深渊。他们期待着看到悉达多喝得烂醉如泥，可没想到悉达多没看见，反而看见了自己的儿子提婆达多摇摇晃晃地走了过来。提婆达多彻底陷入了温柔乡，这可真是让胡范王和祥光丢尽了脸面。悉达多结识了弥勒这位朋友，每当心神不宁时，便会骑马前去找他。不曾想他离去的背影被波提王后看见，王后既心疼又内疚，以为悉达多日日沉沦于美色。他并不知道悉达多和弥勒仅仅是出于朋友的闲聊。弥勒与悉达多有时会在河边，有时散步于森林。他向悉达多讲解着所有和爱恋中女子有关的事情，可悉达多对于爱情还是无法理解。而2人没发现的是，突然出现一个黑影，居然想要暗杀悉达多。幸好他的计划失败。到了晚上，悉达多再一次来到花院，他与弥勒在房间里闲聊。他问弥勒是否有心爱之人，弥勒直言他有喜欢的人，但是并没有说明自己的爱人究竟是谁。悉达多不解地问道，爱究竟是什么？弥勒站起身来，似乎在想要如何向他解答。弥勒慢慢说道，爱只能用心去感受，即使相隔千里，却如咫尺之间，痛在他心，亦痛在你心。而正当悉达多还在沉思之时，那个蒙面男人翻窗而入，他手持利刃朝悉达多刺去。弥勒被吓得大声尖叫，而屋外的丞相也听到了里面的动静，他带人破门而入，而悉达多也已经将刺客拿下，随后扯下对方的面罩。他们发现刺客竟然是居萨罗国的信使力天。信使谋杀王储，这可是大罪，事关2国关系重大。宰相命卫兵将他关进大牢。正当悉达多准备离开时，弥勒却哭着恳求悉达多能放过力天，因为力天便是他的爱人。原来是力天误会了2人的关系，这场刺杀更与邻国的奸细无关，仅仅是出于嫉妒。可他们2个分别住在居萨罗和加皮罗卫，怎么会在一起的呢？随后弥勒说起了自己与力天相识的过程。某一天，他正与姐妹们在河内嬉戏玩耍，谁知水草缠住了他的脚，眼看他就要被水淹死了。关键时刻是力天出现救下了他，2人从此一见钟情，坠入爱河。可他们一个是居萨罗信使，一个是加皮
罗卫的功绩，身份有别，无法公开在一起。听完了弥勒的故事，悉达多心软了，他向弥勒承诺会救下厉天，随后匆忙赶回王宫。而此时的地牢里，胡范王正在对厉天用刑，悉达多出面阻止，这再次引起胡范王的不满，两人针锋相对。悉达多直言胡范王并非国王，没有资格处理此事。胡范王听后怒火中烧，他恶狠狠地瞪着悉达多，反驳道：王储也并非国王，同样也无权干涉。那么悉达多能否救下厉天，帮助弥勒有情人终成眷属呢？